对孩子而言，父母是宇宙；对父母而言，孩子是什么都不会的鲁莽的神。光影23世，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，一起来看大家庭。故事开始前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让阿月的声音陪伴你每一个晚上。2024年，韩国一所佛殿内挤满了前来听文熙宣讲佛法的善男信女，而文熙作为寺庙中目前最受欢迎的住持，加上是医学专业出身，已经有上级领导考虑提拔他去接管海外教区。可就在人人都沉浸于文熙的讲说中时，首尔一家饺子店里正在忙碌的茂宇却越听越烦，直接起身关闭了电视。随后店里那桌3代人用餐的和谐画面又深深刺激了他的心。终于茂宇爆发了，今天是高祖父的祭祀日，文熙那小子怎么还没赶回来？一直等到深夜，文熙才带着侍奉人星姗姗来迟。原来文熙是茂宇的独子，当年茂宇能同意他出家，就是因为文熙答应每个祭祀日都会回来祭祖。而人星望向日历上密密麻麻标注的祭祀日期，不禁向茂宇的助理静香感叹起来。静香对此也无可奈何，茂宇就是这般传统的大家长，极其看重宗族观念，当初能允许文熙出家已经很不可思议了。祭祀结束后，静香本以为多日不见的父子俩能心平气和好好吃顿饭叙叙家常，结果文熙说他12月要飞去美国参加法事，和12月的祭祀活动正好相撞。茂宇想都没想直接拒绝，文熙也没再争辩，而是带着人星起身离开。而他这一声不吭就要走的举动，却进一步激怒了茂宇。如今这小子翅膀是硬了，连他这个做老子的都管不了了。茂宇气得全然忘记自己对酒精过敏这件事，一杯酒下肚后便直直倒在地上。静香立即带他去家燕的诊所检查身体，而家燕作为文熙曾经的前女友，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。每次文熙回家，茂宇伯父都会被气进医院，但说到底还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对伯父而言，祭祀的次数越多，意味着他能见到文熙的机会也就越多。家燕吃着祭祀剩下来的饺子，感叹这么好吃，为什么不在饺子馆里售卖呢？静香忍不住撇撇嘴，还不是因为嫌茂宇那个老封建，非说前世的文宗饺子只有他们家族的人才能吃。茂宇悠悠醒来后，因为心疼钱不肯再打车回去，便与静香在昏黄的路灯下摇摇晃晃朝家中走去。与此同时，离开家的文熙也与人星站在了一片皎洁的月光之下，他们结伴沿着河流向寺庙走去。而文熙当年会选择出家，皆因母亲的离开。他选择学医是为了给身体不好的母亲治病，但当他成为一名医生时，母亲却去世了。在经历巨大的悲痛与迷茫后，文熙最终选择皈依佛门，在青灯古佛旁寻找内心的宁静，默默诉说对母亲的想念。而人星在出家前是一名刑警，当时他押解一名吸食成瘾的犯人，经过了眼前这处河滩，犯人突然闹起肚子，人星便让他解决后，用石头叠成一座小塔，来提醒人们不要误踩。回去后，人星因抓捕有功，升职加薪，犯人却因成瘾在牢里去世。生命的逝去令人星感慨万分，他便想回来这片河滩看看，却发现在离开的这些日子里，这片河滩上被人们堆满了小石塔。人星体悟到，原来万事万物都有佛性，于是他削发为僧，遁入空门。次日清晨，茂宇正在检查自家饺子馆的食材新鲜程度，一名西装革履的男人突然现身，称自己花500亿买了东边的大楼，但由于停车位不够，便想买下饺子馆修成停车场。茂宇闻言难受了半天才缓过劲来，原来他在当地其实算是个小财阀，名下有好几栋大楼，经营饺子馆也只是为了保留对亡妻的回忆。可东边那栋当初要价大楼200亿时没舍得买，现在价格的猛涨令茂宇只觉自己平白亏损了300亿。与此同时，保育院里来了一对亲兄妹。其实敏国2人的父母因车祸双双去世后，他们本可以和叔叔一起生活，但叔叔却告诉敏国和敏善，他们不是弟弟的亲生孩子，所以自己没有义务抚养。而敏国在得知叔叔为妹妹申请了海外领养程序后，
生怕和妹妹分开。于是一大早，敏国就背着敏善前往出生的医院，打听当年捐赠基因的人是谁，因为他想找到自己的生物学父亲，和妹妹一起留下来。另一边，文熙受邀来到演播厅，正准备连线解答观众们的困惑，未曾想第一个打进来的热线会是远在首尔的父亲。可紧接着茂宇说出的话让全场所有人都呆愣在原地。茂宇喊文熙赶紧回家，因为他的孩子找过来了。文熙闻言只觉天塌了下来，他回想过去的感情经历，从始至终就只有家燕一人，难道是他瞒着自己生下来孩子吗？文熙率先找到了家燕，面对他的质问，家燕这才坦白，他确实偷偷生下了一个孩子，但俊熙那孩子又是怎么知道自己父亲是文熙的呢？两人立即赶去饺子馆，可在看清孩子的长相后，家燕气得火冒三丈，说什么只和自己在一起过，那这敏国和敏善又是从哪里来的？他泄愤般踹了文熙几脚，随后扬长而去。而文熙自从出家后，从没在父亲脸上看到过这么灿烂的笑容。茂宇盯着两个孩子，是越看越喜欢，但文熙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，当务之急是弄清楚这两个孩子究竟是怎么来的。而在听到敏国说出基因捐献一词时，文熙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他想起1988年自己还在上大学时，正与家燕处于热恋期，结果恋情被家燕的父亲宇硕所撞破。本来宇硕不肯答应二人交往，岂料文熙恰恰就在自己的妇科医院实习，而宇硕见文熙长相俊朗，身体健硕，是个好苗子，便要求他每周去医院捐献4次基因，以此帮助那些不孕家庭怀上宝宝。茂宇得到文熙肯定的答复后，兴奋得难以自持，像个孩子般冲出门外呐喊。他终于不用提心吊胆，害怕着香火断了，他们贤氏家族终于后继有人了。文熙怎么都没想到，当年种下的因10年后会真的找上门来，但他已是一名出家人，又该如何对这两个孩子负责？可这对茂宇来说都不是问题，留他们在自己身边长大就好，反正自己有的是钱，养2个孙儿轻而易举。他接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补偿敏国敏善这些年错过的一切。敏善想吃烤肉是吧？那就去预定首尔最好的烤肉店，把百日宴和周岁宴合起来今天一起办了。文熙却觉得父亲行事太过冲动，保育院那边还没有走流程办手续，父亲又怎么能擅自留下2个孩子呢？被喜悦冲昏头脑的茂宇却顾不上这么多，带着全体员工直奔烤肉店大吃特吃。这期间，敏国和敏善纷纷喊着爷爷过来敬酒，尽管茂宇对酒精过敏，但为了那一声甜到心坎的爷爷，他哪怕喝完立马死了，也一定要全部饮尽，才算不辜负孙子孙女对自己的心意。另一边的文熙则找到了好友上善，询问当年的具体情况，而他怎么都没想到，自己当年捐了500多次的基因，竟成功孕育出400多个孩子，孩子们的名单都登记在院长宇硕手里。这也是为什么敏国能如此迅速地找到他。至于家燕的孩子，也是通过人工受孕得来的。原来家燕与文熙分手后，便与上善结为夫妻，可上善患有隐疾，院长便挑选了文熙的基因。而上善得知是好友的基因后，起初还高兴过一阵，但家燕是 A 型血，文熙是 O 型血，生下来的俊熙却是 B 型血，这便意味着家燕被指上善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所以上善至今都是有苦难言。文熙闻言大脑一片空白，今天遭受的冲击已经够多了，他真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。一杯酒下肚后，立即晕了过去。而家燕在得知敏国2人的来历后，找到父亲，则问他为什么要违反保密条例，说出捐赠者的身份。可宇硕如今双鬓斑白，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，实在是看不得孩子受苦。家燕便要求父亲拿出名单，查看属于文熙的孩子到底还有谁。与此同时，茂宇在静香的悉心照料下也终于醒来，而他睁眼的第一时间就是寻找敏国敏善的踪迹。但在听说2个孩子已被儿子送回保育院时，一股无名火又冲上了茂宇心头，那可是他的亲孙子亲孙女，没道理再回保育院受苦啊。于是茂宇不顾静香阻拦，只身跑去保育院要人。里面的修女连忙拦下了他，
毕竟在茂宇提供相关报告证明闽国二人就是他的孙儿之前，出于安全的考虑，保育院绝不允许里面的孩子被随随便便带走。茂宇为此急得满脸通红，可由于双方僵持不下，甚至还引来了警察，最后还是文熙出面，成功说服修女带走了闽国兄妹。但院长要求文熙必须在天黑前将兄妹送回保育院。然而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于是一回家，文熙便告诉父亲，他准备去做亲子鉴定，等报告下来后再去法院登记亲子关系，这样就能正式把孩子们带回家。茂宇自然是连连答应，可文熙暂时有事要回寺里，他等不及那么久了，便悄悄翻出文熙当年出家时削下来的头发，连同2个孙儿的头发一起送去专业机构做检测。另一边，文熙忙完寺庙的事情后，又去见了家燕一面，而家燕找文熙是因为他在基因捐赠受益者名单中发现了不对劲，女儿俊熙和那个闽国的名字都登记在册，偏偏闵善却不在其中，这便意味着闵善不是文熙的女儿。等到夜幕降临，茂宇送走2个孙儿后，望着花白的头发，又感叹起岁月不饶人，于是他便拜托静香为自己染个头发。而静香染着染着又忍不住唠叨起来，她细数着日常的忙碌，既要操持饺子馆的大小事，又要筹备各类祭祀活动，闲暇时得陪着茂宇吃饭，碰上的身体出状况还得赶忙送他去医院。茂宇生活的里里外外几乎全靠自己一人操持。说着说着，静香便半开玩笑问他，怎么不干脆和自己结婚呢？可当茂宇真的顺势提出求婚时，静香的眼中又闪过一丝慌乱，忙称自己不过是随口一说，但那扑通乱跳的心却过了好久才平复下来。告别家宴后，文熙单独将情况告知了闽国，想听听他的意思。闽国自然是不愿与妹妹分开，几乎是哭着求他想想办法。而文熙作为一个出家人，本应秉持着诚实的内心，不可违背道义去撒谎，可他又不忍拆散这对兄妹，便只好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。在次日清晨，于佛祖面前拜了又拜，文熙任由豆大的汗珠滑落额头，最终他终于下定决心，用谎言来遮盖真相。另一边，茂宇早早赶去了保育院，可他刚准备接孙儿回店，却偶然发现这里孩子们的早餐极其寡淡，碗里只有零星的几条鸡肉丝，怎么能满足孩子正在长身体的需求呢？茂宇现在也是做爷爷的人了，尽管他平日里再怎么一毛不拔，可看着这些孩子还是不禁心生怜悯。于是茂宇大手一挥，联系送餐人员，送来几十份热气腾腾的肉饺，请全体保育院的孩子吃上了一份豪华早餐。一向与茂宇不对付的院长不禁对他刮目相看，说话时也和善了许多，让他以后只管来接闽国就行。而茂宇不知道的是，儿子此时正和家燕商量该怎么骗过他，才能拿出一份有力的基因检测报告。家燕建议文熙不如直接提交俊熙的头发好了，反正俊熙也是他生物学上的女儿，让俊熙来替代闵善绝不可能出错。文熙闻言知道有些事不能再继续瞒下去了，便向家燕袒露了曾经的一段真相。10年前的那天是文熙固定去医院捐献的日子，可他急着去与家燕约会，便喊了医院墙上张贴的炸酱面外卖广告，拜托送餐的年轻男人帮自己完成了捐献。而在这之后，文熙又让那个男人代替自己做了10几次，所以俊熙其实不是自己的孩子。家燕闻言只觉一阵晴天霹雳，但她很快又恢复了冷静。女儿的生父是谁其实并不重要，她只用知道她的俊熙聪明又漂亮，是她最宝贝的女儿就足够了。紧接着二人便根据名单上的地址，假借免费体检的名号，成功从一户人家手里拿到闵善基因检测所需的毛发。文熙望着手里的头发，在悄悄松口气的同时，心头又不免泛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感觉。这便是自己另一个孩子存在的证明吗？血缘之间的羁绊还真是奇妙，哪怕彼此从没见过面，可就凭这几根头发，一种作为父亲的情感便在他心中悄然滋生。而茂宇陪2个孩子在外玩了一整天，回家前还不忘给静香买一条丝巾做礼物。毕竟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静香陪在自己身边，不离不弃。他想要说一声谢谢，可茂宇又羞于表达情感，
递出礼物时，连静香的眼睛都不敢直视，非说自己这是从路边捡来的。而静香怎么会不清楚猫雨的性格呢？瞧瞧这条丝巾多么合适自己，这分明是他花费了心思精心为自己挑选的。想到这儿，静香眼中满是羞涩的笑意，而文熙全然不知父亲已提前做过了检测。当他把毛发全都送去机构后，又立马喊来家燕的丈夫上善，坦诚俊熙血型与自己不匹配的真实原因。随后和上善一起前往当年的那家面馆，打听到那时的送餐人员叫做庆来，如今在保育院里负责给孩子们做饭。文熙此番前来本是为了向庆来寻求宽恕，请求他原谅自己，让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父亲，所以无论要面对怎样的罪业和报应，文熙都愿意去承担。庆来却让他赶忙住嘴，孩子明明是美好的象征，怎么会成为人的罪业呢？原来当年的庆来正处于迷茫之中，他不想像父辈那样做一辈子炸酱面，却也不知人生的出路在何方。可就在这天，餐馆里的一对夫妇带了他们刚刚满月的孩子来用餐，而孩子在阳光下露出的那抹纯净笑容，几乎是在瞬间安抚了庆来一直躁动不安的心。庆来随后意识到，曾经捐献的基因也许已经孕育成了孩子，于是一股为人父的自豪感在他心中涌起。哪怕是从没见过那些孩子，但庆来的心中却充满了想要为孩子们做些什么的渴望。于是他来到保育院，开始为孩子们做饭。每天光是看着孩子们吃得开心，他的心里就感到无比满足。庆来讲述时，眼里闪烁的泪光让文熙看见了他身上的佛性。庆来虽然不是修行之人，可他对生命的尊重，对孩子们的关爱，却体现了一种饱含怜悯的慈悲之心。而这正是文熙一直想要参悟的大道。今天是茂宇妹妹的忌日，他便在家里一边教孙儿们制作祭祀用的文宗饺子，一边讲述与妹妹貌似的过去。当年朝鲜战争爆发后，全家人就只剩下了10岁的茂宇和妹妹相依为命。可即便如此，命运也不肯放过他们。在流亡的路上，妹妹被飞机炸死，转眼间茂宇在这世上就成了一根无依无靠的浮萍。好在那么难的日子如今都已经挺过来了。但一旁的敏国敏善却突然哇哇大哭起来，他们不敢想象爷爷当年是如何熬过那些黑暗的日子，而他们也是一对兄妹，一想到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，心里便也害怕极了。孙儿们的哭声让茂宇的心揪在了一起，他发誓他绝不会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，也绝不会再和2个孩子分开。次日早晨，敏国睁眼的第一时间就看见了等候多时的爷爷，而敏善今天想去游乐园，房间门口又围着许多眼巴巴的孩子。茂宇索性先一横，请全体保育院的师生一起去游乐园玩。尽管一想到50万的门票，他就不住的心疼，这要卖多少饺子才能赚回来？可看着孩子们脸上飞扬的笑容，茂宇又觉得这笔钱是值得的，就当是宴请了年少时的自己吧。那时他作为战争孤儿，住进的孤儿院哪有这种好条件？别说出去玩了，连顿饭都吃不饱。如今能让这些孩子拥有一段快乐的回忆，也算是弥补了自己当年的遗憾吧。与此同时，院长还喊来了文熙，好让他们一家人互相增进感情。回去路上，文熙听着父亲哄孩子的歌谣，思绪渐渐拉回很久以前。那时母亲也是唱着这首歌哄自己入睡的。只可惜到了1992年，那时正在肯尼亚做援助医生的他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。而文熙赶回家后，发现父亲不仅将母亲的遗体捐献出去，还没有为母亲举办葬礼。更荒谬的是，哪怕是到了这种地步，父亲仍不忘埋头包饺子赚钱。文熙无法理解他对钱的痴迷程度，觉得他根本不配做一个丈夫，一个父亲。于是自这天起，这对父子越行越远。可敏国敏善的出现，又让文熙发现父亲变得越来越像父亲。他会耐心哄孩子入睡，会为了孩子去大把大把的花钱，并非自己想象中的铁石心肠。而茂宇等待1周的检测电话终于在第2天打来，可那结果却无异于晴天霹雳，将茂宇劈得大脑一片空白。自己当宝贝疼了小半个月的敏国与敏善，竟然都不是文熙的孩子。精神恍惚间，他走上街头，
却不慎被身后的货车撞倒。在昏迷中，猫宇梦见自己来到父母的牌位前，挚爱的妻子因病去世，唯一的儿子遁入空门。本以为是最后希望的两个孩子，又被告知那并非是自己的孙儿。偌大一个家族到他手中，最终竟凋零至此。猫宇只觉无颜面对列祖列宗。而等到他醒来后，一看自己住的是单人病房，又叫嚷着浪费钱，非要离开医院。文熙本想让父亲过得尽量舒服些，没想到对方根本不领情。他心中压抑多年的委屈和无奈便在瞬间爆发。钱钱钱，你一天到晚都是钱，当年给妈不办葬礼也是为了钱对吧？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家？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？面对文熙的怒火，猫宇又突然安静了下来。他只是对自己比较小气而已，该给妻子孩子花的可从没少过一分。是妻子要求不办葬礼，直接捐献遗体的，他除了忍痛照做外，还能干什么呢？多年的误会在这一刻解开，文熙却不知该如何面对父亲。他逃似的离开病房，却因一身僧袍被人误以为是请来的法师，直接将文熙拖去葬礼上，让他为逝者超度。文熙稀里糊涂敲起木鱼后，意外发现这竟是一位母亲的葬礼。随着口中经文的不断念诵，他的思绪也渐渐回到刚入佛门那年。那时母亲去世，父亲却只会沉默。文熙便想去一个远离世俗的地方，在心中默默为母亲送别。可主持却说，修行者比上战场的人更需要勇敢前进的勇气，不能仅仅因为逃避母亲逝去的痛苦就踏上修行之路。文熙为了彰显决心，便亲自动手剃掉了头发。但他这些年来念过无数的往生咒，却从未找到一个真正的契机去送别母亲。不如就将这场葬礼当作是自己与母亲告别的机会吧。与此同时，一对外国夫妇通过了手续，要来保育院领养敏善。院长便想知道文熙的亲子鉴定结果如何，可茂宇当时正在昏迷，没能拨通电话。轮到敏国大师，接起电话的却是静香，而静香还没从茂宇陷入危险的冲击中缓过神来，一不小心说漏了他和敏善都不是文熙孩子的事实。挂断电话后，静香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失言，连忙拽着茂宇和文熙几人赶去保育院。可他们还是晚来了一步。敏国为了不与妹妹分开，竟趁机带敏善偷偷溜出了保育院。就在众人急得团团转时，任兴作为曾经的刑警，冷静分析出两个孩子极有可能逃回了父母的家，一行人便赶去地址所在。而这栋曾属于敏国父母的家，如今已被他的叔叔小智霸占。小智还声称那两个孩子与自己无关。静香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气得要直接上手打他。而正当文熙二人在附近搜索孩子行踪时，茂宇用自己的名表作为交换，让小智签下转让监护权的协议。因为他已经决定正式收养敏国敏善，他答应过那两个孩子，自己不会与他们分开，也不会让他们彼此分开。不是自己的血脉又如何？这些天的相处做不得假，他们之间也已建立了比血脉还要珍贵的情谊，那可是多少金钱都换不来的牵绊。如人兴所料，敏国二人确实躲在附近，但他们一见茂宇几人找来，就误以为对方是要来抓妹妹回去送给外国人领养的，便头也不回扎进大山里躲藏起来。在追踪的途中，茂宇突然停下脚步，向静香求婚。虽说只有伴侣才能领养孩子，但他其实早都想和静香正式结为夫妻，给他们这段相濡以沫的感情一个圆满的归宿。夕阳透过云层，为这对有情人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。休息时分，茂宇也向儿子坦白了打算，他要收养那两个孩子，去学着做一个合格的父亲。而到了那时，文熙是要继续追逐佛法还是还俗，自己都不会再干涉了。这时天空下起大雪，在直升机的帮助下，他们成功找到了敏国敏善二人。而文熙看着父亲抱着孩子离开的背影，突然想起多年以前师父说过的一句话，他说对孩子而言，父母是宇宙，对父母而言，孩子是什么都不会的鲁莽的神。可因为有了父母的供奉，孩子才能长大成人，而这份父母与孩子间的感情又怎会被轻易斩断呢？等到敏国二人恢复以后，茂宇和静香在区政府登记结婚，
正式收养了他们。与此同时，茂宇还匿名给保育院这样的全国儿童保护机构捐了数百亿韩元，让所有孩子在这个冬天过上了一个开开心心的圣诞节。而在那之后，茂宇和静香每年都会领养一个孩子，最终成了16名孩子的父母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多年后的今天是茂宇和静香的忌日。文熙在那16个兄弟姐妹的簇拥下一起祭拜了父母，是母亲引领他走入寺院，最后却是父亲用爱诠释了佛法，而这种力量将永远在他心中延续，也会在这16个兄弟姐妹的生命中生根发芽。全篇完。哦，对了，如果喜欢阿月讲的这个故事的话，别忘了点击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哦，让我们每晚在光影23室相互陪伴。血缘与亲情的交织，爱与责任的传承。大家庭是2024年韩国剧情片，其中对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探讨令我感触极深。的确，对于孩子而言，父母仿若无垠宇宙。我对世界最初的认知便源自父母，他们是我理解这个世界的起始点。在后续的成长岁月里，我几乎全然依赖父母来满足自身各类需求，无论是物质层面的衣食住行，还是情感方面的关爱呵护。恰似宇宙容纳万物，孕育生命，父母为我营造出一个相对安全的成长环境，他们是我生活的核心与坚实依靠。然而反过来看，我的存在同样影响着父母。往昔父亲脾性急躁，可在养育我的过程中，我们彼此渐渐学会了沟通与包容，家庭氛围也愈发和睦，日子越过越好。也许父母和子女是彼此赠予的最佳礼物。如今光影23室已经启用了热推功能，通过台湾朋友们的点击支持，可以帮阿月实现影片的更广泛曝光。具体操作步骤在说明栏中有详细说明，这将有助于我结识更多的观众朋友。阿月在此先行谢过，真诚希望在台湾的您能帮我尝试一下。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如果你喜欢我讲述的故事，可以点击观看光影23室的播客列表，这里面分类整理了阿月讲述的近500部电影故事，总有一款适合陪伴您进入甜蜜的梦乡。当然也不要忘了订阅光影23室，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查看我的最新视频。